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盘中速解读哦，我是总哥。每天晚上的9点，美股开盘前的半个小时，我在这里跟你用纪律来换取财富自由。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啊！今天有一点匆忙，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上总哥刚好在带娃，所以今天时间没那么多哦，所以刚才稍微把一些资料整理完之后，立刻上线来跟大家做直播。那今天更为重要的哦，其实就是待会10点的美国联准会的鲍哥要讲话了，到底是老鹰飞出来还是鸽子飞出来？当然，今天还是有几个主题哦，来跟大家来做聊聊。什么样的主题呢？咱们从这个辉达这个 H20 的晶片在中国市场的风暴，以及台湾的台积电的股价走势，还有黄仁勋的这个旋风来台，还有美国联准会的主席可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最新的经济数据，还有美国市场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来打发时间哦，并不是来跟大家聊聊在等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包哥开口的时候，那总哥呢，先从这个辉达 H20 的晶片先来做说起。等我一下哦，东西跳掉。好，那这个晶片最近的一个新闻蛮多的。那到底怎么一回事简单来讲，就是中美贸易战的 1.0 到 2.0 的角力战。因为结果我们来看这个辉达的 H20 的晶片原本是要符合美国出口的管制，专门来为中国市场降规来做设计。目的呢，就是可以在这个限制之下保有中国市场的份额，对不对？结果呢，你来想这个辉达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放弃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呢？因为呢，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让中国非常不爽的事情。什么不爽的事情呢？就是连我们都很讨厌的一个人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上个月的时候讲了一些话，让中国方面觉得非常的侮辱。什么样的话呢？卢特尼克怎么说的？他说这个 H20 是给中国市场第4等的晶片，还说这个不卖给中国最上等的、次等的，甚至也不是第3等的，而是第4等的。那这个卢特尼克呢，还强调了这个政策就是要确保中国对美国科技的依赖依旧存在。可是你要想这番话传到中国的耳中，人不火大呢？所以呢，从这个上个月到现在其实市场大概都知道，中国不光只是这个劝阻当地的企业不要去买辉达的 H20 的晶片，而且甚至有消息透露有些中国的科技大厂就已经暂缓了，或者是大幅度的减少H20的订单。那中国政府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其实相对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强推动国内科技公司去采用中国自己国产的晶片，就想要做到自产、自研发、自销售。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说一再的依赖美国的晶片，接下来的科技战到底是如何去打，会不会变得相对的被动？结果一个消息出来之后这个所谓的7月份的消息嘛，到中间这个中国企业一直不要去买这个 H20， 结果呢，就在早上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中国的晶片股大涨。光是中国的 A 股全线大涨，上证指数突破了3800点的关卡，创下10年来的新高。就如同总哥昨天说的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政策这个春药打下去，加上市场的资金如此的充沛，就在今天这个股市再创新高嘛，对不对？因为有看我们昨天节目就知道了，这个上证指数目前就是动能相对强的一个市场。那当然中国经济有一大堆的问题，所以呢，总哥先告诉各位假设你要面对这个陆股，先当一个动能仔什么叫动能仔就是你想要放进去的，千万不要带感情。可以放没关系但是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立刻拿出来，反正呢就是先做动能就对了。好，那讲到这里那各位一定会很好奇那这个 H20 的晶片到底是如何的次等，如何的第4等呢？其实过去我们就有提到光是这张图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以现在辉达最经典最顶尖的 GB200基本上都有2500的每秒兆次的浮点运算，那 H100 呢也有989
9的每秒兆次的浮点运算，结果这个 H20只有少少的148每秒的兆次浮点运算，这个大概是 H100的 15% 左右，所以其实差蛮多的。可是反过来说你看这个华为自行研发的这个所谓的910C， 它的算力也有780的这个每秒兆次的浮点运算，其实就已经比辉达的 H20高上不少了啦。所以这就足以证明这个中国本土的晶片在 AI 的运算能力上面早就已经符合这个辉达为了符合美国限制而推出的降规版的 H20。所以从这个技术的规格来看这个降规版反倒是被华为自家的晶片给超越了。难怪中国如此的有底气，想要直接反制，甚至呢就是想要加速推动本土替代的策略。结果我们西部来看这个中国政府为了劝阻这个企业去购买这个 H20的行动之后这个辉达其实已经传出要求部分的零件的供应商暂停这个 H20的晶片的生产作业，包括像是鸿海这个就是一个 H20的零组件的供应商之一，它主要是负责什么呢？后端的处理也被辉达要求暂停相关的作业。结果这个消息一出来就如同刚才总哥说的这个中国的晶片直接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不光只是这个所谓的航武纪科技，还有华虹的半导体，包括中芯国际都是大涨特涨。那这个航武纪的科技呢，光是去年到现在就已经涨了将近3倍多。那它的总市值更令人讶异的，已经来到了4871亿的人民币，一度的超过这个中芯国际要升这个中国的科创板的市值首位，成为科创板的股价最高的股票之一，同时呢也是 A 股的市场当中股价第2高的股票。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市场很明显的解读就是给了这一次的一个消息啦，给了中国本土的晶片更多的机会了。不过呢，这个辉达针对这个停产消息啦，发出的回应是蛮官方的啦，因为辉达是说了，他们会持续的不断管理他们的供应链，以因应接下来的市场状况。而且呢，大家还记得这个前阵子这个H20的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的后门的风暴这个后门有点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的网信办曾经约谈过这个辉达，就直接指明说这个 H20可能存在这个追踪定位或者是远端关闭的安全风险。所以黄仁勋这一次来台湾也特别有回应这个问题，他斩钉截铁的说了，我们的晶片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后门存在。那这个辉达在官方也发文澄清了，说他们的晶片没有后门这个终止关闭或者是监控的软体，主要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并不是一个建构可信系统的方式，也永远都不是那既然这个晶片的后门系统到底是什么呢？总哥这里简单来讲它就是一个隐含的机制，可能可以允许非经授权的人绕过正常安全措施来存取这个晶片。那专家呢也说了，在极端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门这个讲起来这个就要夹一下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安全威胁，像是被攻击者给控制、窃取这个数据，甚至呢远端来操控这个设备。举个例子来说，包括2个最重要的钱跟生命嘛，军事还有金融的领域，一旦出现这种后门可能都会引发这个灾难型的后果。不但呢也有但是有专家也提到了，并不是每一家的制造晶片都有一些视调的功能。那这种功能本来初步是拿来诊断硬体的问题，还有优化系统的，那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恶意的后门啦。而且在晶片的设计、制造或者是后期生产的阶段，都还是有可能被植入这个后门所以如果说像是透过原始的设计者、骇客或者是第三方的代工厂的修改，这就足以显示这个晶片的供应链的脆弱性。所以尽管如此这个专家也说了，这个高阶的 AI 晶片从设计到生产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公司或部门的层层把关。如果说要偷偷加入这个后门其实并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来延伸那为什么
辉达会如此重视中国的市场呢？其实从这张图就可以告诉各位这个呢是中国在占这个辉达营收之间的占比啦，其实大概是逐年下降了。从2022年的第2季到第3季，中国的市场曾经占整体辉达的营收将近30%，是当时的辉达非常重要的市场。可是到了2024年的第1季这个比例首度的跌破2成，到了2024年的第2季基本上更是跌到不到1成，这明显受到什么限制呢？受到所谓的美国晶片出口的限制。那虽然2026年的第1季有机会这个回到这个12%到13%左右啦，那这个是过去可能是因为 H20 的晶片获准出口有关系所以当时是往上调了。可是长期来说这个中国的市场对辉达而言，或许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也不是过去造成辉达高速成长的引擎当中。可是问题来了，那刚才这张图也是凸显出来，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辉达的营收肯定还是受到一些冲击啦。那下个礼拜又公布辉达的营收请各位伙伴们多加留意。那这也逐名说明为什么辉达要积极的拓展这个印度、中东或者是东南亚来当做替代的市场，因为他们不能只仰赖中国的市场。举个例子来说因为辉达根本也没闲着非常的这个认真多认真呢就算是这个 H20 的晶片困难重重，可是为了这个中国的市场基本上还是秘密的开发一个全新的 AI 晶片，这个 B30A。 那这个晶片呢，主要是会采取这个辉达最新的一个架构，性能基本上应该还是有机会比 H20 还要来得强。那他们也准备另外一个更低规的一个晶片RTX600OT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 AI 做一些所谓的推论任务来做设计。那足以说明这个辉达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那他们就会针对这种所谓的出口管制来做一个灵活性的动作。那更为有趣的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基本上也爆料了也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辉达跟 AMD 已经同意了要在中国销售这个晶片的所得 15% 交给美国政府。那当时总哥就说这个手开千里啦，假设这条线已经出了，那代表后续就会有研发出更多的问题就是想要卖什么都会被经过美国的同意，或者是他想要多抽一笔，所以这笔交易或许就会让辉达付出一些代价，虽然也为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打开机会，可是呢很显然这样的一个角力战到现在也根本没有结束。好了，那既然讲到这个辉达那更为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台积电。那台积电的部分呢，在今天早上也传出一个新闻啦，就市场上过去有提到这个美国政府可能想要用换股的方式来入股台积电，结果呢就在早上的时候就有利人士这个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的官员的说法，川普政府并没有计划入股台积电或者是美光，他们说的是只有那一些没有增加这个投资美国承诺的公司才有可能是用股权来交换这个补贴。那当然呢，就在今天的早上咱们的晶片的教主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我们大哥嘛，也旋风来台了。那这一次呢，是他第3次来台湾来得匆匆，脸带这个眉头深锁那为什么呢？主要是来拜访这个台积电那他晚上要跟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魏哲家来吃饭。那这一次来呢，又讲了一些消息了，主要是讲什么呢？讲的说呢，他要推出下一代更先进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里面包括是什么呢？包括 CPU、GPU 还有交换器的晶片，还有网通的晶片，总共有6种的商品的设计来做定案。那这些基本上都会下单给台积电，所以他这次来还特别的感谢台积电的人员辛苦的付出，甚至还强调台积电是最好的投资给台积电打了一个强心针。那就算是有黄仁勋的加持或者是早上这个美国要这个入主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消息的一个警报解除的好消息，可是今天的台积电特别的有趣如果说各位有在看的话，却是怎么样开高走低最后一盘还爆量杀尾盘，收在今天的最低点1135点，市值也大概掉了 1.3%。 简单来讲那最近这个外资有点诡谲啦
那甚至影响到我们整个台股的大盘。那今天的大盘呢，收在23,764左右，下跌了197点。那外资看起来是连续的卖超啦，这个礼拜就已经卖了三大法人就已经卖了将近1059亿部分。那台股呢，这个周线是收黑的，跌幅跌到了大概 2.34%， 有点可惜啦，因为刚好这个礼拜创新高，结果这个礼拜又收黑 K， 所以下个礼拜请大家多加留意哦。可是呢，不管怎么样最重要就是待会的10点，包哥要开口讲话了。那这一次的演讲呢，可说是史上最大的焦点所在，大家都在屏息以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关心到不单只是9月会不会降息，还有美国联总会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所以呢，就在这个包哥讲话之前，果然就有2位的官员跳出来打预防针了。那这2个官员呢，基本上都不看好9月会降息其中有一位甚至用现在的数据来说，他根本不会支持9月降息。那因为呢，他们认为这个通膨还是过高的。那另外一位呢，认为现在的美国联总会在降低通膨的方式并没有取得足重的一个进展。所以果然这个消息一出来这个过去大家对降息的预期非常的高，高到喉咙上面去将近100%的高点。结果呢，截至到现在已经不到70%左右了，代表现在的市场跟美国联总会的官员的立场存在非常大的分歧。那当然呢，这个包哥的讲话也会讨论到2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双重使命的政策的框架是否会调整，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做到物价的稳定以及就业状况的调整。因为呢，根据彭博经济的研究这个包哥可能会取消过去那一个灵活平均通膨的目标，回归到平衡的2% 的通膨目标。这个就值得大家留意因为如果说这个美国联总会对通膨的一个态度非常的坚定，那肯定未来降息的门槛就会重新再设定，就是会提高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一张图如果说根据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核心 PCE 的通膨的历史走势，跟美国联总会的未来预估来做简单来做观测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2021年开始，核心的 PCE 的通膨率因为疫情后的需求爆发，供应链的瓶颈的造成使得急速往上攀升，一度还来到 5.5%。 可是到了2023年就已经逐渐下降了，截止到现在大概还有 3% 左右但是呢，依旧是高于这个美国联总会设定的 2% 的部分。所以呢，更为担心如果说根据美国联总会自己预测的话，这个核心的 PCE 可能要等到2026年甚至到2027年以后才会接近 2%， 就是右边这张图。所以呢，你会发现就是2029年才有办法落在 2% 左右，就意味这个通膨要超过 2% 的状况可能会持续几年呢，高达7年。这个就是关键。所以呢，就算是现在大家期待降息，可是呢，会不会这个所谓的高利率的环境的维持会比大家所想象的更加久了一点？为什么呢？我们换个角度来说那假设用这个所谓的核心 PCE 的通膨的实际数据跟这个美国联总会的成员的通膨预期来做比较的话，你可以发现黑色线是什么？黑色线就是实际的通膨数据蓝色线呢就是美国联总会官员的这些预测。你可以看得出来根本没有一个准都是在调整当中去做处理嘛。因为实际上的通膨大概在2021年到2022年是飙高的，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联总会这些官员的预期。所以呢，出现非常奇怪的叫做扇形的分布，代表这个美国联总会的官员对于这个通膨的回落的速度的看法差异非常的大，也代表现在美国联总会的内部对通膨的压力根本没共识。所以重点来了就算是刚才有提到2个官员调出来嘴了一下，可是呢，就算他们嘴归嘴，他们如此的压力锅这么大分歧高度分歧，所以到现在没有人说得准甚至没有人可以保证短时间这个通膨会达到 2% 的概率这也意味着现在的降息的速度真的会比市场降得非常的慢，甚至会出现长期的高利率的常态化，就是平原化。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公布的这个所谓的劳动市场，就在昨天根据这个美国劳动部最新的一个数据来显示的话，截至到8月16号为止，首次的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 1.1 万人，来到了
万人，创下多少的新高呢？2个月来的新高，比所有的人预期还要烂一点。所以甚至说呢，这个连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也增加了3万人，来到 197.2 万人。这个呢是创下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这反映的是什么事情呢？反映的是劳动市场果然正在降温，虽然还没有达到过去我们担心的大规模裁员的速度，可是呢很显然这个企业招聘的速度也在放缓当中。所以从这里来延伸那如果说这个找不到工作，那工作的薪水会不会造成通膨的问题呢？答案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资增长美国的部分跟美国的核心的 PCE 的通膨率的走势来做 PK， 你会发现在疫情之后基本上是同涨同跌啦，增长薪资的部分跟通膨率是大幅的一边往上走，可是到了2022年见顶之后两者逐渐下滑。不过你会发现工资的降幅比通膨还来得慢一点，所以薪资呢维持大概在 4% 以上，高于疫情前的水准。可是2024年之后疫情发现这个模型发现这个就算是工资成长维持在相对快的水准，可是通膨呢还是希望挑战继续往下做的动作。所以这张图凸显了一个关键讯号，就算是公司维持如此的强劲，可是核心的 PCE 的通膨还是有机会回到 2% 啦。可是呢这个薪资就不是造成通膨的关键因素。可是问题来了，就业市场还是有点疲弱啦。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有人坐不住了。谁坐不住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坐不住了。他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持续对美国联总会来做施压，来做要求降息的动作。所以总哥这里总结一下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就是一锅大杂烩。什么意思呢？过去说过光是第二季的 GDP 成长了 3%， 看起来应该算是不错。可是纵观所有的数据出现非常大的分歧，通膨数据跟就业的薪水跟就业的人数看起来都是毛毛的。再加上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领先指标持续的恶化当中。这个所谓的美国领先指标在2025年的7月再度的触发了衰退的讯号。那这个指标呢在历史当中基本上每一次出现负号出现衰退之前，这个指标都会出现明显的负值啦。那当然现在的美国的实体经济还有韧性，可是以历史的经验来讲这样的走势多少会伴随着经济衰退，这个就是肯定的结构性问题，请大家保持警惕那再加上什么？现在美国的房价又有问题了。为什么这个房价呢非常的疲软甚至呢这个涨幅虽然是放缓啦，但是呢房价的部分却还是高达 42.24 万的美元，使很多人美国人不敢去卖房子，或者是根本也不敢买房子，就卡在那边。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房贷利率比几年前翻了1倍以上，所以现在的美国市场就是高利率、劳动市场降温，甚至压缩的房市的成交量。所以呢，如果说根据这个抵押贷款的银行家的协会来做预估，这个房贷利率在未来的1年都会维持在 6% 以上，代表现在美国的房市的流通性在短时间很难做改善。以上的问题呢，都会造成美国的社会有极大的分歧。多极大呢？我们来看这张图这张图呢显示的是美国各地的经济的一个健康程度。你会发现透过不同的颜色来显示美国各地到底经济如何啦。那假设是红色就代表是贫民窟不是啦，经济困境区。那橙色呢是高风险区，中间的水准是黄色的，相对出事是蓝色的。那这个繁荣的地区是什么？深蓝色的部分。结果你会发现非常的分歧，多分歧呢？大概有高达 15.3% 的美国人是住在贫民窟的不是住在经济困境区的。那有 25% 的人却倒是住在非常有钱人区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呢，代表现在美国的内部也存在着这个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
特别是中南部的部分，这个贫民窟不是困境区的比例特别高。那这些地方其实就是川普的本命区啦因为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依赖传统的产业，所以如果说这些制造业外移，都会造成就业机会不足。反过来呢，这个西岸跟东北岸，包括像加州啊、湾区啊、纽约啊、波士顿这些地方，就非常的繁荣因为这些地方聚集了科技业、金融业、教育业或医疗业，但是这些地方就不是川普的本命区所以川普极度的呼吁赶快降息让大家舒服一点因为刚才那张图就显示了美国现在的城乡差距以及经济分化的严重性，甚至呢会影响整体的消费能力，甚至房地产的需求，以及接下来选举的走向提供给大家做留意这个就是结构性的问题。那当然历史不会重演，重演的是什么？惊人的重复。什么样的重复呢？现在是8月22号嘛，对不对？代表8月要结束了。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假设以过去的美国股市的季节性的走势，尤其加上这个所谓的选后的第一年的标签，你会有惊人的发现。这个黑色线呢是美国标普500历史的走势，从1950年到现在那蓝色线呢就是2025年的实际走势。从历史的走势来讲在 S&P 在大选之后的第一年，通常8月到10月会进入一个明显的弱势的趋势那现在有点抵抗这个地心引力啦会不会是因为人造牛市的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提供给大家多留意因为呢这张图只是凸显各位假设美国股市2025年进入这个所谓的惯性循环的话，那这个地方或许这个风险还是稍微高一点当然历史经验也显示了，度过这段期间之后，后面就没事了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多加谨慎。那我这边呢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有点混乱为什么呢因为总哥头有点痛多讲一讲头有点痛，然后呢总哥的这个小按钮坏掉了所以切换上没有那么的丝滑镜头是不是也坏掉了？果然镜头坏掉了今天什么东西都坏掉了等我一下没有镜头你们还看得这么高兴不见了，等我一下这是什么咒怨吗？还是什么东西要跑出来了？今天过后该不会是今天过后是什么日子兄弟们？所以还是要小心了真的坏掉了，完蛋了，完蛋了。看来是没得救了，没得救了，兄弟。因为我刚好今天早上在带小朋友，可以看一下我家女儿。早上的时候我那个这个手上的这个转换器就被他玩坏了。早上的时候我在带小朋友，所以没有镜头还要讲吗？好，那我们先讲另外一个好了，我先把东西给关掉，等一下
没尽头就没尽头嘛，对不对？这样子好了，放这张图。有人懂呢，我再修一次。卖差我先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好了。我先讲一下这个好了，台指的一个盘后啦，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五那其实大概在礼拜三的盘后就有些改变了。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台股的盘后这个外资是卖了大概163亿那这个期货单是持续回补啦。那这个跟 ETF 有点关系下次再跟大家做说明。那自营商的部分呢是 buy call sell put 但是总哥说过你要看的是金额，你并不是要看这个数字那金额的部分自营商还是在做双买那双买我们就不管它了，因为自营商从这2-3年都已经把从双卖变成双买，主要是因为现在的保证金太贵了啦所以呢做卖方的这个这个成本太高那做买方还是担心时间价值没错，可是呢因为现在你要了解这个台指期是选择权是1点是50块台币那微台呢是1点10块台币听不懂就算了我要讲的是说还是可以吃到一些豆腐啦。那右边呢是外资的动作，外资就蛮特别了外资呢基本上从过去一个是买 call 一个是卖 put， 在礼拜三这个月结算结束之后呢就转向了买 call 跟买 put我讲的是金额的部分那现在是口述是卖 put 啦，所以呢有点恶心但是不管怎么样金额还是做买方居多啦所以请大家多加留意。可是呢更为有趣的那因为下个礼拜是周三嘛，对不对？那过去总哥有跟大家讲过这个 percolation， 那假设以周三到期的合约来说的话，你会发现今天有一点背离这个是第一个讯号我先不讲多空，你们自己去了解假设以 percolation 来讲的话，就是大盘涨 percolation 往上走，大盘跌 percolation 往下掉，就你会发现今天周三的选择权在盘后 percolation 却是逆向的往上，虽然大盘是跌啦，相对昨天来说，可是呢你可以把它解读成什么呢？这个可能下跌的力道没那么深好，那第二个部分更为有趣那这个是周五啦，周五就先不看，那月的部分也不看，那个都太远了。现在所有的市场选择权的量都已经平均分布在周三、周五跟月了，所以呢，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们都还是看近月的。那更为重要就是这个散户的指标，微台的部分。从这个礼拜三这个结算完之后就已经转向了多单居多。结果你事后来看假设多单多的时候呢，你要看它的连续性就是原本是空单变成多单，那就代表什么？继续做多嘛，结果指数继续跌。好，结果呢，这个多单到现在是在减少当中，那减少当中呢，就代表这个散户微台是在做空的局面。那做空局面，照理说应该是好事，对不对？结果你发现这个市场只谈了一天，今天比昨天低，可是呢，这个散户的空单还在增加当中，虽然还是维持净多单啦，可是相对而言，昨天是比较空的一点。好，所以总而言之总要讲的是说，假设你要认为股市要涨的话，请你旁边的朋友，或者是你不想要跟他成为朋友的人，请他去做空指数，没有啦。开玩笑，所以这个是简单的盘后数据，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觉得是有点猫腻啦没有人想象中的那么弱。可是呢讲实在话那这个台积电目前的价格还是在礼拜三的高点以下所以也不要过度乐观啦，好吧，也不要过度乐观。好，那现在是9点43分那既然没有画面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市场。那讲完之后呢，待会来抽奖这个上礼拜还有一个抽奖嘛上礼拜还有抽奖这个活动目前还在报名当中啦如果说各位要报名的话，请点下面的这个连结。那待会来抽这本书金融怪杰这个赖略海特的顺势交易的原则那这本书呢，我觉得还不错啦至少是一代宗师啦那这个我们这里抽的是电子版反正抽到你就给总哥这个 email 直接打到你的 email 里面去。
好不好？所以待会来抽，那怎么抽呢？记得上个礼拜五的连结上个礼拜五的影片下方去留言，中奖机会非常高啦。我发现这个留言数越来越少了，跟我们的收视率一样。好，那我们来看市场那这个台指期呢，原则上我的头真的好痛。这个红绿灯这个刚好跌，刚好戳，刚好跌又站上刚好红绿灯被拉着，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正斜率的一个均线的魅力啦。什么叫做正斜率就是你的均线是长这样子的话均线有正斜率跟负斜率，正斜率负斜率就向上叫正斜率，向下是负斜率。好，那当我的价格呢，假设价格是跌破正斜率跟跌破这个负斜率你们认为以胜率来说的话，这个是 A 啦，这个是 A， 这个是 B， 就是跌破正斜率跟跌破负斜率，然后 A 去假设下一根我们要讲假设下一根再站回去做多的话就站回均线做多嘛，对不对？因为如果说你是看一句话就是站上均线做多，跌破均线做空，这句话是没有方向性的，它均线就是一个参数而已。可是如果说我是站上正斜率的均线跟站上负斜率的均线，你认为是 A 的胜率高还是 B 的胜率高？回答我你们看不到我的脸，真可惜我跟你讲，现在总哥是裸上半身的然后呢，这个裤子也没穿然后呢，开后门屁股凉凉的你们都看不到。这镜头真的坏掉了所以是 A 的胜率高还是 B 的胜率高你们认为是 A 是不是对，答案是 A 的高了。但是我要讲一句话，胜率跟最后的结果没关系，胜率只是胜率，胜率这种东西只是让你舒服一点而已。所以很多人会说不要去空这种所谓的跌破正斜率的一个均线我认为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基本上过去的历史来说它是不带任何的意义啦你回测一下就知道。我那个怎么不见了？今天好乱画面好乱为什么我那个东西不见了？靠背。今天真的是不是我的日子兄弟今天怪怪的，是不是？难怪我今天眼皮不跳了，就是因为今天的关系吗？我先把一些根关掉好乱工作人员关掉了 OK。 我那个小东西不见了在这里烂透了。好了，我要讲的是说跟胜率没关系啦基本上如果说是站上均线做多跟跌破均线做多，只是你的体感上会比较舒服一点。可是基本上站上这个负斜率的一个均线不代表不会赚钱你要把这个思维撕裂开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最为经典的就是2022年的那一波上涨。那一波上涨呢，假设这个2022年这里我要放大，这里就是标准的负斜率嘛，对不对？这是负斜率嘛，所以它站上之后呢，后面喷死你，射到你脸上去，对不对？这里到这里均线跟均线这里几百点，我记得那时候1000点嘛，这里喷了1000点嘛对对，这个是我印象中近期最夸张的。所以你这个 moment 你没接你没做的话，我跟你讲你就是就是看着它飞出去就对了这个是我经验2022年还好我没有把这个参数放进去，没有啦，开玩笑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当然如果说你要找一个比较舒服的话，在这个回测的数据上面确实这个正斜率跟负斜率，假设正斜率做多站上均线做多的话，你的体感是舒服啦，可是跟最后的绩效是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好，那现在就是一个多头的格局啦，所以再度的站上。可是我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周线的变化，周线是令人担心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礼拜创新高又跌破昨天的上个礼拜的周线的 K 点低点
所以我认为这里是要令人担心的。但是均线的地方是蛮舒服的，所以就有点打架了。所以下个礼拜一开局，请大家留意啊。那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开局，就是请大家留意。我再举个例子来说，刚才有提到这个散户的这个多空嘛，对不对？好，那散户的多空又来了，到底是价格造成它的这个多单减少，还是价格造成它的多单是多单减少这样子叫着价格？我的公差小，今天状况不好。好，我再讲一次这个往下掉代表它做空嘛，对不对？就注意看，这里往下掉是它代表散户在做空嘛，那代表价格是往上顶的嘛，就这里对这里嘛。好，那结果这里往这边走，代表散户在做多嘛，结果呢价格是往下掉的，那更不用说这里到这里就是一直做多嘛，所以价格就直接掉到最下面。好，所以到底是散户做多造成价格跌，还是价格跌造成散户做多呢？答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可是你可以大胆假设今天的价格比昨天高，那或者是今天价格比昨天高，那会不会散户正在做空？那你会不会看得出来，这个柱状体可能会怎么样往下掉？那散户做空对价格就是向上嘛？你看这里就是做空嘛，做空顶上去，然后这里掉下来，然后这里就一路做空，然后就继续顶上去。所以呢，今天晚上就是一个窥探礼拜一的绝佳点。听不懂就算了，那你就可以用下午3点开盘的那个点当做是一个分水岭。下午3点开盘是这里，哇，那拉蛮多的，这里，这个点，这条线，这条线。好了，那9点51分那我们就往下看。我们把它看完之后，就来抽奖。那要继续等包哥出来吗？包哥有直播吗？兄弟们，包哥有直播吗？要不要一起来看包哥讲话？看这个嘴巴会不会吐出芬芳？好了，那这个小 S&P 呢？这个回测完这个均线之后呢，今天站上了，算是好的结果，算好的结果。那小道呢，基本上今天也拉了出去，小道拉很平。拉很平，我觉得小道请大家留意了，好吧？小道请大家留意。总哥这个节目的尺度不能讲太多。那其他我都觉得还好了。那这个陆股A50，兄弟们，要不给总哥一个掌声鼓励啊？我再看一下这个镜头。刚才紧急把裤子穿上了，总哥找到裤子了裤子穿上了变得没声音了有了。刚才总哥去穿了一些衣服了，这个裤子吓到差点裤子跑出来。
所以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可是我再修一下啊，算了，然后再不敢动了。好了，那我们就往下讲哦。那这个都不能切啊，好烦哦！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啊？坏掉了，被我女儿玩坏了。我女儿今天一直要跟我抢这个滑鼠，就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因为早上量缩了哦，所以早上我就一直在这个看股市，我看股票哦，结果女儿就不睡觉哦，那我就只好把她拖进来。结果哦，毕竟这个巧虎好用啊，结果呢，看看 K 棒哦，这边指指点点啊，这里做多，这里做空，怎么可能啊？这个还不到1岁，好吧？结果呢，我就把这个小东西给他玩啊，就坏掉了。这个也是别人给我的，这个小小这个是拿来切换的了，哦，所以现在不能湿滑的切换。好了，那不打比赛了哦。那9点56分，包哥有什么开市吗，兄弟们？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连结可以看啊？有没有直播？接生后来了，是这个吗？还有3分钟。这个为什么是马赛克啊？这个怎么开市啊？为什么是马赛克？这个是什么风格啊？赛洛洛风格是不是？还有3分钟，好，看包哥讲什么。好了，我们先把股市走完一圈哦。那这个陆股今天因为这个晶片股的关系啦，哦，所以继续往上顶。那原则上啊，这个看一下。哎呦，最后是跌的好，不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部分啊。那没得切呢，我就手动切。好，那这个 A50 的部分9点3啊，现货开盘了。我现在再看一下，哦，有点倒阳的味道，请大家留意啊。哦，刚才有人说陆股还可不可以追？哦，兄弟们，这个请用动能的角度来看。啊，这我就不解释了。追有2种思维啦，第一个，你敢守，你要去定一个趋势啊，趋势的成型啊。假设你是流仓策略的话，那价格基本上是不会跌破昨天的低点哦，这样想就好了。好，那像今天就是小 S&P 嘛，它已经干掉昨天的高点，所以这个地方就视为一个可能有机会转上去的动作。哦，这个是一个观测点。那下一次开局就很重要，这个是日线。哦，那基本上不管是任何周期都差不多了。哦 ，K 棒的组成就这样，这个没什么好聊的。哦，就是高低点的位置。可是如果说今天最后的颜色是黑的，甚至还最后收在这个低点的下面，那下一个关卡是哪里？哦，其实各位应该都知道了，所以千万不要倒阳。哦，这个像台湾哦，如果说那我们看其他市场。哦，那黄金是震荡的，我直接看价格就好了。哦，其他都差不多了。那下个礼拜一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黄豆油的事情。哦，我觉得黄豆油最近的一个政策，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哦，那昨天黄豆油是大涨了。哦，但是呢，基本上已经横盘一段时间，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聊这个农产品的部分。
好了，以上那接生后还有3分钟，这个应该是接生后嘛，对不对？有中文版吗？有没有机翻？有没有机翻版？兄弟们，有机翻版吗？英文字幕可以直翻，应该没那么行。新唐人有是不是？好，包哥讲话就喷了吗？还没开啊，所以正在喷就对了。没事啦。为什么喷一根？兄弟们不要激动，还是老话一句哦，基本上我们是直播啦，所以不太可能带大家带进带出啦。那我个人都还是认为这个市场没有那么的悲观，这样讲有点矫情啊。我们是吹吹台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恐吓那个什么恐惧台啊。总哥从来不恐惧各位啊。为什么他这个已经出来了？风险平衡的改变需要调整政策，所以已经讲话了吗？为什么这个是什么？被骗了。那为什么这里包哥开始讲话了？嘴巴打开，鸽子飞出来。那黄金也喷了。黄金最近有点矫情啊，将跟股市一起走啊。这个就很标准的空间的问题。这个像夹心饼干一样。好久，哎呀，这个就对不起我们的社群了啊！这个总哥跟社群说声拍谁了，总哥太胆小了啊！这个是胆小鬼赛局哦。那我的逻辑很简单啦，就是有一个好做的，那另外一个在等待风险，就先去避风险一下，所以很可惜。但事后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啦，所以道琼是喷出去的。那小型股蛮热闹的。S&P 好了，那原地解散了既然没事的话，就原地解散了。包哥又讲什么？他还讲就业的下行风险，都讲坏事啊，但市场反而是热闹哈。那这个时候比较类似像解读什么？解读是说，那就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变动因子结束了大家不害怕了，反正我都知道你要讲什么。因为昨天总哥就说了包哥其实并不会改变任何东西了。过去这张图，昨天那张图就讲得蛮清楚的，就是如果说以美元走势来讲的话，原本涨就会涨，原本跌就会跌。那如果说以这个方向来讲的话，那美元就是跌嘛。有什么？从1月到现在都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的节目还行吧，兄弟们，对不对？数据特别多，也不算哈扣啦，基本上我已经尽量把一些各位听不懂的东西都删掉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听不懂，我也不想讲，但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我就尽量整理，对不对？所以感谢大家收看。那这个不尽力解散包哥讲完话，既然行情是涨的，也没有如此的惊悚嘛，对不对？不知道还要聊什么？刚才是不是有人抖内？抽奖对对。我先讲抖内好了。感谢这个 Mark
Mark ONANGEL 30块。然后他说总哥晚上好，美股已创高过了，包哥不知道讲什么，要把存在2年的 BAC 给卖掉，这个是什么？然后干嘛？觉得怎样？觉得不舍，兄弟啊，不舍就不舍吧，人生有很多不舍啊，卖掉就卖掉没关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不要放感情啊，就是想卖就卖，没有存在的理由的时候，就是先出场。这个是总哥过去讲的一个理论，就像我常说这个感情嘛，男女生都是一样啊，男生最贱，男生多贱，哎呀，前女友怎么样，那前女友分手你就代表你不是他的菜嘛。那你就放下吧，对不对？千万不要去回追前女友，除非当然很多个案我就不统称的啦。可是问题是，通常回追都没有好事啦，所以兄弟们都有放进去过了，那就放下吧，好吧？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不知道害怕什么，想要把它卖掉，觉得可惜，那你还是回到你当初这个持有它的理由还在不在？那不在就卖掉，不要想太多。好了，那有人抖那100块，他说画面卡了还努力直播，真专业。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的画面卡了。有人说，总哥喜欢玩暗黑灵魂系的游戏吗？其实蛮喜欢的啦，自己蛮喜欢的。像艾尔登法环我记得我卡最久的时候，应该是卡在那个什么火山。就是有个火山堡垒下面的那个大蛇，那个是我卡最久的。那过了那一关之后，我就觉得其他都好简单哦。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坎很多人觉得那个很简单，但是我也不晓得哪根筋不对，头被撞到。所以我记得我在打那个火山的那个下面那个大蛇，要拿一个矛去戳它的那个大蛇，我卡超久的，卡多久？1个晚上。那其他我都觉得还好所以那个多巴胺立刻就爆发非常的刺激。TBBS 有直播，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哪里啊，兄？丢上来这里有机翻是不是？哎呀，其实不用看的啦，我不想看，你们要看吗？我是不太想看了，因为这里都已经给答案了啊，这里不就给答案了？他说这个关税的驱动的价格上涨压力会刺激持久的通膨动力那考虑到这个工厂劳动市场的下行风险可能性不大。所以是有点鸽派是有点鸽派呀，兄弟们。好了，不计零解散啦，没事了啦。这个反倒是一个好的位置不计零解散。好，对，抽奖。好，那我们来抽奖好了。其实就没事嘛，怎么抽奖呢？上个礼拜五的那一集，上个礼拜五几号？上个礼拜五是15号这一集。
今天切换的不够湿滑，因为总哥这个小机器坏掉了，只有36折，所以这个中奖几率很高啊。那要抽什么呢？就是这本书啦。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应该算好书啦。所以呢，各位可以去，假设没抽到你的话，可以去买买书很便宜啦。好了，那我把它按星点完之后就直接开抽。然后怎么参加活动呢？就是我要活得够久，活得更稳然后你要干嘛？最近我也在思考就是赚钱的目的是什么？听起来有点矫情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公式就是我常说的，过去我对于这个财富自由的认定很简单，就是吃东西不用看价格。吃东西不用看价格。那现在对我而言吃东西确实可以不用看价格了就是当然有时候是因为有些地方订不到，但我也不是追求那些什么米其林之类的，我觉得我对吃还好但是我是蛮喜欢吃东西的人，但是我不会刻意去要求说哎呀要去排队啊，去订餐厅之类的，就是能吃就是我觉得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那过去这个没钱的时候确实就在吃的方面就很拮据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打工，那个时候对我也最丰盛的一餐是什么？是那个雾涛的，那个时候已经有雾涛了以前是池上便当嘛，那后来就雾涛了。那个时候我在大学打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一餐只要能吃到一个这个雾涛的这个鸡腿便当，我就觉得人生圆满了那个时候鸡腿便当我记得应该是85块嘛，所以我就把那个85块当作是我打工的最低标准，就是说我的时薪不能低于85块可是你不要想总哥在20年前打工的时候有没有7年级生6年级生的啦？20年前25年前那个时候打工一个时薪，你们猜看看多少钱？就左边留言你不讲不知道，你一讲你吓一跳这个麦当劳也好 7-Eleven 也好，那个时薪很低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在想那个吃个便当这个就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候所以那个便当好吃雾涛便当，然后呢它的鸡腿是炸的，那个皮是酥的所以呢你要分个2个阶段来吃。第一个先把右边的那个拽下来就是小棒腿的地方拽下来，那左边呢就是一个腿排嘛分为2个阶段，然后呢拽下来之后呢，你先把腿排放在那个雾涛便当的那个餐盒上面2个阶段，然后你就扒那个饭，扒着饭吃着小腿小棒棒腿吃完之后呢，你还有个完整的腿排，然后呢你再把它的那个上面那一层皮拿下来，哇，满满的鸡油，再把它铺上去那个白饭上面，你就可以多扒几个饭所以当时我觉得我一天能吃到一个便当，我觉得很幸福那个鸡腿便当85块。那个时候时薪，我记得 7-Eleven 大概 7这个大概只有60块而已，一个小时60块。然后呢，麦当劳也只有60块而已，一个小时60块。那你怎么吃得起一个便当85块？所以那个时候总哥的时薪是120块。那你就说你怎么会有120块的时薪？这个就是技术含量的问题嘛因为以前总哥有当过客服那因为总哥有点讲话操领带啦，各位听我们直播应该听久了都知道总哥讲话恩安不分嘛但是后来这个恩安不分已经被校正了，这个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本来就会恩安不分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在当客服那个电信公司的客服然后就戴个那个耳麦，那个时候很好玩，所以那个时候我讲话的这个quick call跟讲话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其实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啦，所以我在那个之前其实是不太会讲话的所以包括像讲话用力的地方什么的，所以经过那段时间，所以我常说很多东西你事后来看会觉得没有必要，可是很多时候很多的过程当中都会留下你未来的养分那绕了一大圈我再回到我刚才讲的，到底人为什么要赚钱所以我就在思考人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总哥也没有追求什么豪宅，也没有追求什么豪车。但最近假设这个货物税可以稍微调整一下的话，应该会换车啦。想要来换车一下。这个特斯拉应该变便宜了一点。所以总而言之呢，大家可以去留言。而假设你活得越久，赚得越稳的话，你到底要干嘛？那过去总哥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我想要在家打电动。基本上我只要每天打电动，我就觉得很开心。那因为现在有小朋友之后，我觉得说要给他留下更多的东西，所以呢，现在我就尽量在家陪小孩。那早上的时候，我就教他说，这个叫做上涨，这个叫下跌，这叫 K 棒。这个你看，这个台积电今天的动能很强，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说这个选股上面到底为什么这一档这个总哥要做多这一档总哥要做空，然后我女儿就的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至少安静了这个可教之才将来训练他当个小废物这个做指数投资就好了，千万不要做主动型交易，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好啦，我继续把这个留言给说完了那我把它点完点完之后咱们就来抽奖基本上感谢大家收看，那今天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啦没事了没事了。我继续点。那今天的盘面也蛮有趣的如果说待会有空的话，再来跟大家聊聊啦。我把它点完。兄弟们，你们都为什么我比较好奇啊？我做这个直播，今天应该是第110集了那算是日更了那基本上今天算是问题很多啦。果然这个眼皮跳是因为今天今天过后眼皮就不跳了一大堆问题所以呢，希望礼拜一开始会好一点。那我就在思考，我们的节目到底是要怎么样的走向那因为我还是倾向就是讲一些我比较喜欢讲的东西。今天主要是讲什么？主要是凸显现在的美国联准会真的没办法做出太多的改变，基本上就是内忧外患了所以既然不会做改变的话，那会不会就成为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叫做不降息的永动机就是你不降息我就继续敲到你降息的那一刻。那现在就有这种的味道对不对？我们来偷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押注到什么情况不降息永动机又回到90%了，烂透了，对不对？所以你跟着起舞根本没用你看又回到90%了那一次两次今年还是降2次的概率了，降2次的概率。好，那继续点。对对对，股市要靠7巨头了，没错，还是得靠7巨头了。好了，抽奖。必须订阅。恭喜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老面孔啦。恭喜恭喜！不用分了，我直接在上面留言好了我还是留档好了。反正那一天被小助理骂了一下，说总哥你就不留资料，我怎么知道谁中奖？请示。好了，不尽力解散了，今天差不多。好，感谢大家收看。那咱们的盘中速解读原则上已经播到现在100多集了。那刚好最近总哥在看那个大耳朵 TV，那他也在奉行这个日更，他日更已经30几集了。那我是蛮佩服他的啦，因为他毕竟要紧，要想题材，然后要变成影片然后每个品质都还可以维持一定的程度。那我是蛮喜欢看的非常的带劲儿很带劲儿
啊。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我们的直播哦，我后来在思考，到底要转成什么样的方向。那也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如果所以你要去跟别人做比较的话，我觉得懒得比较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还是秉持着总哥的核心，就是我们的节目啊，并不会告诉你多跟空，但是呢，透过这个客观的数据，帮各位梳理这个紧张情绪之外，让各位了解这个市场真的是蛮有趣的。既然你要选择加入这个市场的话，就要去接受不一样的声音。那这样的不一样的声音，就可以帮助各位啊，把这个视野或者是思维的空间更全面的去把它给打开。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然，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距离这个10万订阅只剩下最后的1里路，只剩不到 1.7 万。那总跟没有买广告啦如果说真的要买广告的话，应该也不难。我记得买一个赞好像25还是30嘛，没有那么贵，好像没那么贵。那1万个，好像有点贵1万乘以20个赞的话，20块的话，没有啦，开玩笑啦，我们还是实打实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好了，那现在是10点20分那今天到了尾声，祝大家接下来的操作都能顺顺利利发大财。那咱们下个礼拜一的晚上9点再见，拜拜。